在日本旅行10天9晚，我到底花了多少钱？大家好，我是阿树，这是日本记行的最后一集影片。这一次呢，我想要大家一起来算一笔账，在日本旅行10天9晚，从机票、住宿到吃饭、交通，我到底花了多少钱？算完这笔账之后呢，也想借着最后这一集和大家聊聊这次日本之行的一些感受。第一次来到日本，我对这个国家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为什么我明明办了15天的签证，最后却只待了10天就离开？在这个地方旅行有哪些让我觉得不适应、不习惯的地方？要来这换点钱，钱花完了，花的好快啊！人民币100的花的话，就像是在国内10块的花，差不多这个感觉。这个汇率好像下跌了一点啊，昨天1元人民币能兑换18.74日元，今天只能兑换18.51。1000人民币兑换了18510日元。我看一下这18510日元的购买力怎么样？我看到我身后这家日料店啊，就有一顿那个和牛就要花13000多日元啊。这家排了挺多人的啊。反正刚领了钱，有钱在身啊，咱们也消费。从1950几年好像就有记录了。吸引我上去的是能坐在这个日式的一个餐厅里面吃饭，这里只能现金支付，这里接待的人就鞠了5、6个躬了，就很客气了。今天是在京都的最后一天啊，在街上看到许多人排队一家寿喜烧。所谓寿喜烧，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日式的牛肉火锅吧。这是英语的一个菜单。Special beef. This is one vegetable. Yeah. This is 这是我在日本第一次吃寿喜烧哈。通过英文菜单呢，能看到有和牛，还有这个生鸡蛋，还有这个豆腐啊、大葱啊、洋葱啊，还有像粉丝一样的魔芋丝，以及白砂糖和淋上酱油跟高汤调成的酱汁。这个是调味酱，先放这个牛油，然后再放蔬菜、粉丝。这个我看了好一会儿，这个先放，这个后放，这个再放，这个还有点复杂，感觉像是去考试一样。先来点啤酒，这有个半熟鸡蛋，一个碗，一个湿巾，一个筷子。这个牛油先让它刷锅，现在就放这个。接下来把这个和牛铺在上面，大概有2片。就根据个人口味，要放一点这个糖啊，我以为是盐呢。这样子第3个步骤就完成了。是不是要加点水啊？第4步，再放这个餐厅特制的一个汤汁儿或者叫调料吧哈。不放太多了。如果你觉得太咸或者太甜的话呢，还可以加这个水啊，来点水吧。啊，搞错了。这个米线忘了放了，这个米粉应该是放在下面的。哇，好热！其实这些蔬菜啊、大葱啊，在越南直接生吃了，煮不煮熟都没所谓。当这个牛肉变色以后啊，就把它放到锅的边上，再把这个。有人说寿喜烧和普通的火锅不太一样，它更像是一边煎一边烧一边吃，尤其是这种薄切和牛，不能煮得太久，
但口感就老了。加一片牛肉，裹上生鸡蛋，入口的时候又嫩又香，甜咸的酱汁和牛肉的油脂混在一起，这是寿喜烧最迷人的地方。突然觉得越南的物价好香啊，而且那个美食的味道也很不错。我在越南2个多月了，从越南来的日本，这个时候就关小一点火。坦白说啊，上来吃更多是体验它这个日本传统的丁屋啊，那带着席地而坐的。哎呦，掉了。打入这个半熟鸡蛋以后，这个粉变得特别滑口，刚好也不咸也不甜。来这样的，试一下它这里的这个牛肉啊。沾一下这个蛋液，我不是很喜欢放糖的，它默认给你糖，那我就按它步骤来。它是咸中带一点点甜。这个有点像那个油条，就是把油条煮熟的那个味道，口感。它的那个米线，也就是半碗的量。搞定。3分3。3750円。消费3725。感觉在日本吃饭真贵啊！就吃刚才那一点，消费200多块钱，我觉得性价比太低了，味道一般，挺一般的，不难吃，也没有说非常好吃。爆满了游戏机。这一排的居酒屋啊，亮起了这个灯牌，这个是日本工人啊下班以后放松压力的一个地方啊，来这里喝1-2杯，跟3两好友。这里是一个超市吧，超市整出了一个歌舞厅的装饰风格。这里是离开游客区的一个，我觉得应该是本地人消费的一个超市啊。这里的物价应该是反映了真实的大阪的物价。你看这方便面的话，接近10块钱一盒，就158除以18，就等于人民币的一个价格。388除以18等于多少？也接近，这个加税的话419日元，也不算贵哈。188日元大概是10块钱。这里还单卖米饭哦，这日本米饭这么贵啊！一盒米饭将近10块钱了。这个要473日元。哇，早就听说在日本的水果很贵啊，早有耳闻啊。这个是638。158加上税的话是170日元，大概10块钱这一袋。我今天查了一下大阪的一个平均收入啊，33万日元啊，大概是1780000人民币的样子啊。这个属于是中等偏上的收入了。你像如果刚出校门的话，可能就是20多万到30万的一个
日元啊，也就是1万多人民币。但是我觉得这个薪资消费日本的一个物价的话，还是有点吃力的。我看到好多的顾客是这种比较老的哈，白发一族啊，是因为这个地方物价比较便宜，还是因为日本的老龄化程度比较严重？据说超过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达到一个相当惊人的百分比了。2个茄子198日元加税213日元，不像刚才所在的游客区啊，这个消费的主力主要是年轻人。在这个超市，我感觉主要都是一些50-60岁、60-70岁的一个顾客为主啊。好像现在是到了这个打折的时间啊，所以大家过来是捡便宜的吗？这个加税354日元。Hello， 朋友们，我现在在大阪的关西国际机场 T 航站楼，刚好在日本旅行了10天啊，第一次来日本。我现在进安检了，咱们边走边聊。这个应该是日本第2大机场了吧？应该是仅次于东京的。说个小插曲啊，我刚才在洗手间嘛。刚才进机场洗手间的时候，我洗完手，把装着一双拖鞋和一条未来得及洗的裤子的塑料袋暂时放在了洗手台，转身进了厕所。大概2-3分钟后出来，塑料袋已经不见了。我想了一下，大概是清洁人员把它当成是被遗弃的垃圾，顺手收走了。后来我也懒得再去找了，毕竟严格来说，洗手台本来就不是放私人物品的地方。但这件小事好像呢也能体现这个日本人的一些特点。在国内，如果有人把一个塑料袋暂时放在洗手台上，2-3分钟之后，东西呢大概率还在那里，即使清洁人员看到了，也可能先放到旁边或者等一等，看看是不是有人回来拿，感觉是会多留一点余地。但在日本啊，很多事情事物都有一套明确的规则，这种做事方式的一个好处非常明显啊，效率、秩序、公共环境都能得到很好的保障。但有一瞬间我也会觉得这种过于标准化的程序化的一个做事方式好像略显得有一点一板一眼，少了一点变通。而这件小事似乎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放大来看呢，能看到在日本好像规则就是规则，哪怕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也是按照规则去执行。这是在日本旅行，我还遇到另外2件小事，到现在呢我都觉得有些难以理解。有一次呢，我在姐家吃饭，因为餐厅里还有其他客人，所以我对着镜头自拍的时候呢，已经刻意把声音压得很低，尽量不去打扰周边的人。但坐在我旁边的一名日本男顾客吧，还是把食指放在了鼻子前，对我做了一个嘘的手势。当时我还是觉得有一点小题大做，因为我并没有大声讲话，甚至呢已经刻意降低了音量。我当然能够理解，在公共场所不要打扰别人是一种基本的礼貌，但是在我看来，当时的声音远没有达到需要制止我的时候。还有一次呢，我在一家拉面店吃饭，想拍一下自己的食物，一名女服务员却用一种比较不耐烦的语气告诉我，这里不能拍照。于是我又和她说，我只拍一下拉面的特写，以及拍我自己的脸，不会拍到店里的环境，也不会拍到其他人。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理解我的意思，因为我是用英语跟她说的。她还是说这也不可以，这也让我觉得有些出乎意料。因为在过去几年我在很多地方旅行，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接下来聊一聊我这在日本的10天9晚的旅行的一个花销吧。我这次办理的日本签证呢有15天，但最后真正停留在日本的时间只有10天9晚，而且这10天呢我去的地方其实非常少，基本上只有大阪和京都。如果按照很多游客的旅行方式，这么多的时间已经能去关西很多地方了，不只是大阪京都，还能去奈良呀、名古屋等等这些地方但我好像越来越不习惯那种赶路的不断打卡的旅行方式。如果只是为了在地图上留下更多的坐标，然后拖着行李不断的换酒店，却没有真正的慢下来感受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
我觉得好像是白跑了。而且呢，这次明明拿了15天的签证，最后却提前5天离开了日本。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来到日本之前呢，我已经在越南旅行拍摄了近2个月，连续2个多月背着设备不断换城市找素材拍摄剪辑，身体其实挺累的。所以在日本待了约10天以后，我觉得我需要回家休息一段时间，于是呢就提早离开了日本。那么现在回过头来算一笔账，这10天到底花了多少钱？首先是机票啊，从胡志明飞大阪，机票796元，回程呢从大阪经停南通，再回到南宁，一共1091元，2段机票加起来是1887元。住宿方面呢，我在大阪住了4个晚上，在京都住了5个晚上，9晚的住宿大概花了1598元。另外呢，日本漫游流量包花了170元。所以机票、住宿和流量这些固定支出加起来大约3655元然后就是在日本真正花掉的钱。这次呢，我先后一共兑换了3000元人民币，换到了54460日元。到离开日本的时候呢，我手上还剩下11000日元，也就是说这趟旅行真正消费掉的是43460日元。那么按照我在日本当时1元人民币只兑换了18日元来计算，相当于大约2414元人民币。所以全部算下来呢，这次10天的大阪京都之行大约花掉了6070元人民币，平均每天大约607元。如果把这笔钱拆开来看的话呢，机票和住宿其实已经占了大头，机票1887元，9晚住宿大约1598元，这2项加起来就接近3500元，剩下的2000多元才是我在日本这10天里吃饭、交通、门票以及其他的日常开销。当然这次旅行的消费方式比较节省，住宿呢也尽量选择价格比较低的酒店跟胶囊旅馆，所以这个数字并不能代表所有人来日本旅行的成本。但对我来说10天时间走了大阪和京都，住了9个晚上，吃了不少的东西，也看到了很多以前没有见过的日本的另一面，所以最后算下来6000多元那么如果是你一个人来日本旅行10天，你觉得6000多人民币够不够花呢？飞机餐、小蛋糕、面包、酸奶。挑了2-3个月了，终于可以跟人交流，说普通话，说汉语，就感觉很想念。终于回家了，在外面漂了2-3个月了，看到亲切的汉字，像空姐也说的是普通话，欢迎再来这一声听着真亲切。来打车的往这里走，多久没有听到这种乡音汉语了？房间又大，双床房才多少钱？洗手间干湿分离的窗外景色也不错。这么大一个房间比我在日本住的单间要大个5-6倍，房价还不到在日本单间的零头这个房间55块钱一个晚上。在南通的机场等机，我刚才在机场的这个 7-Eleven 这个店买了2个便当，这加起来这个是14块9，这个是6块9，加起来大概就22块钱左右我的天这个好实惠因为刚从日本回来嘛。同样是在 7-Eleven 这个店的话，现在这一份的话起码得30多块钱，这一份得20块钱，可真是太想念中餐了。这个是农家青椒小炒肉，还有份沙拉。在影片的最后呢，总结一下这次旅行吧，聊一聊日本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些感想那么第一个初印象就是2个词语，一个是安静，一个是干净。特别是你从车流喧嚣的越南胡志明飞到日本就那种安静，
令人觉得好像是来到了另一个世界的感觉。第二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是日本哈，但吃的方面品类其实挺单一的，就没有特别丰富的一个选择。我逛了它的夜市摊、美食摊、集市，就发现吃的种类啊、品类啊都比较的单一，选择比较有限。二是呢，相对贵，可能我待的时间短，看到的也是旅游区的物价，所以呢，这只是我短短10天旅行以后形成的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感受。如果你长期生活在日本，或者对日本的饮食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呢，觉得我的观察并不准确，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第三个感受是孤独跟距离感，是我对日本最大的一个感想啊。尤其呢是你从相对热情的东南亚国家来到日本，会觉得这里的人们看上去似乎比较有礼貌，素质高，也非常尊重彼此的边界，但是又感觉吧，就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特别有距离感，甚至有些淡漠。有人把它理解为日本的边界感，就是大家不会轻易打扰别人，也不会轻易让别人进入到自己的生活。就我个人来说我是有点不太习惯这样的社会气氛有一点点压抑。不过如果你觉得独处不是一种孤独，而是一种享受，一种狂欢的话呢，日本其实还挺适合的。因为在这里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做很多事情都是非常自然的。这里有大量的为一个人量身设计的服务和设施，从1人座位、1人包间到便利店自动售货和各种自助的设施，好像整个国家早已为独自生活的人准备好了一套完整的生活方式。上述这些感想呢，我觉得我说的并不是很满意，因为多少有点词不达意，但是我又无法透彻的表达出我的一些意思准确的表达我的意思。日本纪行的最后一集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了。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一次来日本是非常值得的，因为让我看到了另外一个和我自己生活环境完全不同的一个国家的一些方方面面吧。虽然看的也比较表面，但是也算是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以上呢是本集影片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觉得拍的不错，请帮忙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感谢收看，阿树和你的下一趟旅程不见不散。